好，我们看纳坦雅胡又宣告说，现在下一阶段的冲突将要来临哦。有最新的画面出来说，以色列的大批这个军车集结在边境，一望无际，看不到头哦。这些坦克上面都加装了小帐篷哦，可能是增加一些防护的措施哦。那看过去非常的壮观，感觉上面已经要进行这个地面上面的一个挺进的措施哦。那另外看到这个。10月24号，以军说有对于叙利亚的军队一些军事的设施发起了打击，甚至呢，在这个特拉维夫这些地区哦，他说2个小时之内有遭到3次的大规模火箭攻击哦，所以双方也是你来我往，这不论是对于叙利亚或是这个哈马斯哦，都有进行一些这个你来我往的攻击。那以军也提到了，过去24小时袭击了400多位的哈马斯目标，也击杀了数名的指挥官。那他们现在也要求说 ，Google 要暂时关闭以色列这边的实时交通的一些显示服务哦，这样才不会让他们的这个军方的行动、移动的一些轨迹哦被敌人给掌控。那再来，我们看看以色列现在可能对于一些要帮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讲话的人，听起来觉得刺耳。比方说，像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就讲说，哈马斯袭击也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呢，过去巴勒斯坦人民有遭受56年窒息式的占领哦。可是这样的话语一出，以色列的这个驻联合国大使哦是震怒啊，立刻痛批他。我们来看一下。Palestinian people have been subjected to 56 years of suffocating occupation. The Palestinian people cannot justify the appalling attacks by Hamas. The UN is failing, and you, Mr. Secretary General, have lost all morality and impartiality. Because when you say those terrible words that these heinous attacks did not happen in a vacuum, you are tolerating terrorism. This is a pure blood libel, and I think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must resign. 对，所以以色列现在对于一些可能他们觉得刺耳的声音反应是蛮大的哟。那连这个以色列的外长啊都讲说，这个古特瑞斯很可耻，原本要跟他见面呢，后来就取消了原定的会面。那我们看奥巴马这个美国前总统哦，他也罕见的发表了声明，这个卸任之后发声明也是蛮少见的哦。他说不顾平民死伤，恐怕会酿成反效果。他说以色列绝对有权存在，但是巴勒斯坦也在这个争议的土地上活了好几个世代了哟，所以他是讲了一句就是公道话，他就说其实这边本来一直以来从圣经时代哦，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两方的人也都有在这个地方居住过，所以呢，他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些呼吁。那马克宏也去以色列拜访哦，他跟纳坦雅胡见面，就呼吁说要进行人道主义的休战，而且他还讲说哈马斯不等于巴勒斯坦的人民啊，应该要让巴勒斯坦建国。那他说巴勒斯坦如果建国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也能受益。双方两国都有各自的一些国家跟领土的话，可能冲突就会减少一些，这是马克宏的一个说法。那伊朗这一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驻叙利亚的基地遭到一些攻击哦。那拜登在演讲途中，突然中断，说有麻烦的事情要处理。我们来听一下。Across the board, supportive of what we're doing. Thank you. Should Israel hold off? Is the U.S. supporting the hostages for a ceasefire deal? Why did you? We should have a ceasefire, not a ceasefire, we should have those hostages released, and then we can talk. 所以美军遭受到袭击的话，布林肯是讲说，如果伊朗或是代理人来袭击美国人员的话，华盛顿会果断的做出一些反应。而现在目前，美国跟伊朗已经有一些通话了。伊朗的外交部长他就讲说，第一条讯息，美国说无意扩大战争；第二条讯息是希望伊朗保持克制哦。美国声称不希望扩大或升级战争，但他的评论是说，但同时持续送武器，这应该是给以色列哦，所以他就说结束虚伪吧，这就是你在竞选期间为世界倡导的人权吗？所以伊朗非常不以为然，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这件事情的一个讲法。那伊朗会不会红旗快要升起来了？我们前2天有讲到说黑旗升起来可能是一种复仇哦，那当然红旗可能是更决裂的一件做法。红旗在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的传统里面象征不
无意的流血，意味着要报仇雪恨，是一面象征复仇的旗帜哦。每当这个伊朗挂起复仇旗的时候，就代表有大事要发生了。黑旗可能还多一点哀悼之意哦，可是红旗是不是代表着鲜血呢？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拉克什叶派的组织也声称在炮击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美军的基地哦。美国的这个中央司令部他们有讲到说，这个中东美军基地遭遇到20多名遭遇袭击哦，有20多名的美军人员受伤。那五角大厦说，这个伊朗应该要为这个地区美军遭受到任何的袭击都跟伊朗有关，他都要负责任。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叙利亚的基地遭攻击啊？对这个拜登他会这么反应这么强烈？你知道，因为美军现在在叙利亚大概还驻有900个军人，就是美国人。那另外在伊拉克还有2500驻军，这2个都是真正的美国人，因为美国总统事实上他有义务要保障在海外的美国人，对，所以这个如果说在叙利亚的美军遭受严重攻击啊，那么在这个或者在伊拉克美军受到严重攻击的话，事实上的话，这个对拜登来讲的话，他在国内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参战。他也没有让美军直接去陷入这场战争的危险里面。可是如果说这个支持这个哈马斯这个巴勒斯坦的国家或者他以伊拉克、叙利亚的美军为攻击的话，那就会产生从围魏救赵的角度那会真正给这个拜登就是说以色列政策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最希望去避免的。那你知道叙利亚已经打仗打了多少年了，对不对？美军在那边也时有伤亡。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的部队在这2个地方的驻军应该是拜登他最为关心的。所以你看他这个记者会早一半，他立刻就去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不过看起来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到加沙走廊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正如他们的总理跟他们国防部长，这会是一场艰困而旷日费时的战争。好，赖老师，以色列什么时候会发动地面攻击那目前来讲，对以色列来讲确实有压力，所以他们有说到从战略、从战术上考量，他们要更谨慎。那这个就跟他们之前国防部长所说的，跟他们总长所说的就矛盾了因为之前他们的国防部长说马上就要进来了，那参谋总长也到前线去督战了，看起来就是马上要打，可是怎么一直往后推，一天拖过一天我个人觉得这个跟这个哈马斯的人质政策有关，他的人质的策略就是无条件的2个释放，无条件的2个释放，那这样的话使很多的国家燃起了希望，也就是说，美国还有10几20个人质在哈马斯手中，法国也有。所以法国总统他这次到中东地区去的时候，他也在为他的人质的援助援救而在奔跑嘛。那当这个哈马斯是可以释放人质的情境下，那如果以色列的军队如果就这样子直接打进来，那万一把人质都杀了，这个怎么对他们的人民做交代？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它就有效的就牵制了以色列的一些军事行动。另外，以色列在前天晚上的一个突袭很明显的没有奏效。那另外一个凸显的问题就在于，他寻找的突破口，为什么一打进去的时候就被哈马斯发现？那这代表哈马斯的军力的保存，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已经被摧毁大半。也就是说，一天320次的轰炸，并没有把哈马斯的主力部队把它消灭。那也就是他一样反应还是很迅速。然后应对还是很灵活，然后一个以色列的军人被打死，3个被打伤，2个推土机被击毁，1辆坦克被毁掉，那这样子撤退回来。所以要怎么打这场仗，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目前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国际舆论在产生变化了。美国的奥巴马总统这样的一个讲话是有意义的，他已经会在民主党内部跟在美国的内部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说，是不是不能够完全只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是也应该要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
那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就呼应了啊，或者是说就跟这个安理会的秘书长，跟联合国的秘书长事实上是相互呼应了。你应该考虑巴勒斯坦人已经被剥夺了56年的生存权，对，那是不是应该还给他？所以你也注意到，马克宏也当面跟以色列说，巴勒斯坦应该要独立建国，应该要停火，应该要进行人道援助。对，这一些主张，各位有没有发觉，就跟中国大陆最早一开始的时候的主张几乎都已经想在一块了。那也就是说，大陆一开始的主张就是这3个，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都加入了。如果一直发展下去，美国跟以色列就会被孤立了。好，来请教舰长。这一次的以巴战争哦，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在所有的主流媒体上面，我们只看得到一种声音，就是以色列的声音。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开始使用社群媒体，然后也就是说，较弱势的那一方，也就是无论是巴勒斯坦或者是哈马斯这一边的讯息，就可以流露出来。这个也就是奥巴马所讲的，你给人家断粮，你给人家断电，然后你给人家断水，你这有多么的不人道啊！那你这么不人道，那你叫人家怎么不会来用那个来进行报复嘞？不过啊，我们这样讲啊，其实这个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准备好了没？为什么我讲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战争的样式不是从俄罗斯跟乌克兰所造成的，其实是亚美尼亚那个跟亚塞拜然战争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是无人机的模式。那个时候我们看一看，有多少人在笑说：“哎呀，那个坦克车上面搞一个小帐篷啊，搞一个鸟巢啊。”其实当初这个俄罗斯也是如此啊，大家都在笑。现在以色列的主战车梅卡瓦上面也有这个东西了，代表什么？代表现在的主战车没有办法对于空中，而且就是天顶上面来的无人机攻击来进行反制。那我们台湾做了什么准备呢？我们难道也只是看戏吗？那而且梅卡瓦这种主战车，它强调的就是人员的保障，而且它还有4个相位阵列雷达来进行主动侦测。我们没有，我们未来我们要买 M1A2， 我们有提出相关的需求吗？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我们讲到说，那个无论是 CNN 或者是国会山庄报都提到说 ，Google 要关闭即时车流这个部分，早就关了。10月10号，我在收集相关的中整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对不起，这些资料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不要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写新闻了，到第一线看看真实的情况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立刻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这边的最新消息哦。大家注意到说，消失一阵子的李尚福，昨天在这个央视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就说正式被免职了。这是中国人大会24号的决议，正式拔除了李尚福的国务委员还有国防部长的职务，还有之前遭到免职的前外长秦刚也正式免去了国务委员的身份，也就是官职跟党职通通都免掉了。那再来我们看。李尚福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8月29号，那出席北京的第3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后来就是用健康的因素呢取消了9月7号访越的行程。那解放军报日前发文有讲了一篇说交友不慎是个别领导干部落马的主要原因外界就联想说，这个交友不慎指的会不会就是李尚福呢？那现在大家就在解读说，中国大陆的高层异动到底包含了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因为李尚福的下台刚好就是中美恢复高层军事交流渠道，有些人讲说可能就是清扫了这样的一个阻碍，因为李尚福被这个美国给制裁
嘛，所以没有办法跟美国有这样子的正式的接触。所以这一次的大规模的变动，是不是代表说习近平在执政新阶段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动作，然后换一些新血跟新的人选？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习近平还有去到大陆的央行做一个巡视，彭博就说这凸显出来他是非常重视当前的经济知情人士就讲说，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了解中国大陆3兆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一些情况，也凸显出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更聚焦在支持经济跟金融市场。那这一次的造访呢，很多人想说，这是不是也凸显说接下来的经济前景是好的嘛？因为纳指的这个金融指数周二就急弹了3.98%，飙升中概股就因此受到刺激，这是3个月来单日最大的一个涨幅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会来接任这个国防部长的人选呢？现在人家喊出了2个人选，一个是这个刘振立，那外界就是外媒啦，主要揣测说，刘振立的这个呼声蛮高的，他是59岁，拥有少数这种实战经验的解放军的将领，那他还参与过中越边境战争，目前担任第20届的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军委以及这个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也算是现在目前呢这个军委领导班子当中最年轻的成员，再加上他也没有被西方给制裁那另外一位叫做何卫东，何卫东可能人家讲说是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的人马，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可能为求稳定就是习近平的亲信排名第2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有可能会来兼任防长那他66岁，也是这个陆军上将，被视为是习派系的闽江新军主要的成员，那也是习的亲信之一所以现在目前他的呼声也非常的高。加上《华尔街日报》他去年也曾经报道，何卫东其实他是快速晋升到军委副主席非常的罕见，因为从1949年以来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人选一直以来都是从中央政治局25位委员当中来选出此前必须要具备有中央委员或是候补委员的一些经历，但是呢，何卫东是到了2022年的全大会才首次成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的委员，所以看起来这个他也是升得蛮快的，所以呼声也是挺高的。那再来这个习拜会。下个月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见上一面呢？目前王毅已经在26号要到华府来进行访问，毛宁又讲说在26号到28号会进行访美的行程。那此前这个李尚福跟秦刚提前被拔关是不是也是中方可能避免说被美国的媒体问到啊？那他可以先说我们事先都已经有相关的新闻稿已经发布了，就没有更多的说明，所以可以避免到这个美国媒体的一些追问。再来，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说是不是瞄准宁德时代，现在把它称为是下一个华为因为美国的智库说这个宁德时代好像也在控管这个电信网路是不是也要为这一次的谈判增加筹码，要给中国大陆下马威呢？所以在这个王毅赴美之前传出这样的风声。那目前这个中美经济工作首次的这个工作组的首会，现在在商讨双边的经济关系就是说希望可以进行更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那当然谈得越好的话，可能接下来这个习拜会的几率可能会更高。中美的关系到底会不会改善呢？彭博讲说，因为这个工作组的成立这是代表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关系解冻的一个最新的迹象。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其实我们都希望中美的关系改善因为中美的关系如果能够改善，那么一起携手来解决整个人类地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之福气了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确实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决定权，而且在经济方面最具有互补能力的2个大国。这2个大国如果说都平心静气的坐下来谈每个地区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大家好好坐下来谈，我觉得这是好事。可是问题就是关键在美国嘛，美国到底想不想好好的来解决全世界的发展问题、地区的矛盾跟冲突的问题，还有全球生产供应链气候暖化的问题？我觉得美国没有打算这样做，美国比较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发展跟压制中国的发展，因为美国更担心的是中国大陆超过它，他还是担心大陆超过它。
可是大陆超过它是必然的，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也不是一个说可能不会超过，它是一定会超过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而且这个大国里面的高等教育的人数、人才这么的多，聪明的人这么的多，然后官员都是从底层历练上来的行政的干才，跟选举出来的这些空降部队打临时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学校教书，教完以后，我就跑过来就变成一个总统了，这不是很荒谬的事吗？但是或者我在急诊室里面当医生，当了一辈子以后，一下出来变成台北市市长了，难怪没建设嘛，对不对？然后一下可能我就选上总统了，这个都是临时工嘛。这我们很明显的就是知道说，这套制度里面都在选择业余的人来处理专任的事，专任的事其实就是常任文官，从底下这样培养上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自己做选择，我们做我们的选择，他们做他们的选择，我觉得都相互尊重。不过我觉得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讲一句话，就是李尚福跟这个秦刚的事情，目前为什么下台不知道。有人说你刚刚讲的，有人说交友不慎，有人说情色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涉及个人的品德，如果涉及私生活，然后一旦碰触了，那就要下台。这个就代表什么？他们对于官员的要求跟品德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如果涉及贪污，那就要移送法办。可是相对来讲，我们呢？我们的官员私生活不检点，不像话，然后还可以升官。对，那这个真的是天差地别了。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官是有官德的，有官品的，而且私生活是要检点、要约束的，因为他是拿人民的纳税钱过日子的，掌有公权力的人，你就不能够说我是一个商人，我的私生活怎么样你们管不着，那是我太太跟我的事，我的孩子跟我的事。可是我觉得你是公部门的人，拿人民的纳税钱，有权利的人，你就必须要严格的遵守我们的官德嘛，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可是大陆你看，即使在重要的位置，部长，而且即使刚派没多久，即使是习近平信任的，但是只要一旦发现私生活不检点、交友不慎，或者涉及贪渎，那没有二话说，换掉。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全世界大家都要这样做，台湾特别也要这样做。台湾不能够再纵容这些官员为非作歹了。好，请教介老师。这个中国大陆，它这个我觉得现在习近平打贪腐的话，大概涉贪涉腐，大概都不会没有办法待下来，再高的位置都一样。只做几天官也一样。现在这个李尚福就是一个例子哈。那现在接替这两个人呢，第一个这个刘振立，另外何卫东啊，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是何卫东。为什么？何卫东事实上外界都说他是去年8月大陆围台军演的总策划人，因为他之前是东部战区的司令员，然后呢非常强悍。那他到了他高升事实上东部战区直升到中央军委做副主席，这个职位中央军委是最高的军事指挥单位那他等于连升3级，他负责什么呢？负责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所以呢，他又是第一线对台主战部队出身的，所以他如果升到这个国防部长的话，那值得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观察。另外一个就是说，刘振立呢，事实上他大部分他没有在东部战区，我看他都是这个北京军区的，等于京畿重地，他做过武警部队的参谋长。那因为他的背景跟这个何卫东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谁来接手李尚福基本上会看到中国大陆它这个军事布局它的考量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观察的。那现在这一次，我觉得王毅去中国大陆也只有几个大事在谈啦。第一个就是到底习近平会不会去参加 APEC 的这次的峰会？因为很快了，7月17到19吧，在旧金山那个时间已经快到了。
所以这一次他去就会，我想这个问题就会比较明朗。不过整个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很多作为都是比较主动的，因为王毅又讲他是应邀去的，美国应邀去的。那在美国现在就深陷2个大战、世界大战这个局面当中啊，他会发觉他有很多可能需要跟中国大陆来协调的，或者起码也不能够同在一个立场，可是他要知道中国大陆的动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交涉，它是比较趋于弱势的一方。好，请教舰长。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火箭军啊，他已经3个司令员出事了，他的参谋长也出事了，也是连续5个。这个在香港《明报》怎么称呼呢？它叫做他方式的一个腐败。为什么他方式的腐败呢？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这个也就是解放军报讲的交友不慎，真的是交友不慎吗？还是那个环境使然？什么叫做环境使然？因为我们要了解火箭军的话对于解放军来讲，它火箭军有相当一个程度啊，是所谓的在地下长城里面。它在地下长城里面，根据我所看到的这一些影片来讲，它的地下长城都是自己的工兵做的，它没有交给外面的这些营造厂做。那在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贪墨的可能了。那如果说这个贪腐或者是生活不检点，就有可能被对手捏到痛脚。这个也就是我们好像在讲我们的立法委员，但是实际就是因为他真的是手上握有太多的机密，看到太多的机密，他可能没有直接纸本拿出来，可是我可以偷偷说啊，是不是？那至于说刚刚那个介大使讲的，的确啊，这个就是何卫东，他其实也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监管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那如果是他，那对不起，必须要这样讲，我们台湾真的要好好的加紧战备。怎么说？因为他也就是实际上建立了这个所谓军以战为主，必须长存奋发充沛的攻击精神啊。这个是国军的教战总则，可是对于军人来讲一体适用。这句话里面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刚刚介大使有讲过，去年8月的环台军演就是何卫东操守的。不但如此，今年4月还记得吗？我们那个山东舰在我们的东部海域，也是何卫东他一手策划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其实呢，也就是从冷启动到拿敌练兵。冷启动是什么？也就是我一下命令你就要出港，而不是我下了命令你说我的装备还没修好，那个就是艾森豪号，那个就是雷根号，雷根号还7次啊！我请你出港7次，一下这个坏了，一下那个又怎么了？那艾森豪号也是如此啊。那可是我们看到解放军他们到底有什么兵力没出来，因叫了没出来，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他的整个的一个联合的作战的体系，事实上来讲就是就位的，这个就叫做冷启动啊。冷启动其实就是闪击战，就是我们国防部一直在讲敌人的增厚啊。你去年8月你有看到敌人增厚吗？今年的4月你有看到敌人增厚吗？你到了人家的那个滚装货轮都已经从山东辽东半岛下来了，你才说哎呀，情势有点不太一样啊。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大家好。
好，立刻来看一下哦，这个民进党啊，对于现在这个赵天麟的事件哦，他们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气到了，立刻要反击。今天看到他们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说，马文君给我退选，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一次的选举哦，是护国跟卖国的选择啊。对啊，那你们口中的这个护国立委赵天麟，不是这个小三外遇的对象，还是大陆籍的女子嘛？结果他们可能现在要赶快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哦，就说马文君才是应该要退选的人，如果不清楚哦这个浅见国造的这个泄密疑云哦，那应该要立刻退出立委选举，辞去立委的职务，因为呢赵天麟也退了嘛，所以他们当然现在要赶紧的反击，就是不管3721了。所以你看看网络上面已经出现一个梗图了，就说民进党的3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委全都在搞这个出轨偷情那比方说这个赵天麟嘛，这个叫清中林，然后摩铁镇，这王八千，这个是人家梗图哦，出轨打什么国家队哦，绿营个个是干才，这网友很有才，很有创意哦，对，然后包含了这个必胜客，还有这个烟枪科跟圣母峰哦。好，这个大家笑一笑就好了。就是总之呢，这就是绿营的标准，就是当我因为狗屁叨叨事情退选了，你也要给我一起退这样子。那我们看看人家就问王定宇啦，因为王定宇是前辈嘛，就说你对于这个赵天麟的事情，他是赶快给予大家一个背影就说等记者会开完哦，就没有要先回答。后来记者就提醒说开完了，然后他就说那我看一下内容，反正就是没有要回答你的意思。所以马文君就说那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是说有商案是不是？好，我们来听一下。那怎么来看这个赵天麟委员他被爆出这个桃色风暴？等他开完记者会再说。他已经开完，但是他就是只有事件而已。对，我看一下记者会内容。好，会不会觉得说这有相关的阴谋论呢？可能会是觉得派系斗争造成。对，突然这个很急促的背影离开了。那马文君就说：“要不要也提案禁止这些管不住下半身有婚外情的立委，不得加入国防外交委员会，不得出席秘密会议，或者签署不外遇切结书不签就注记，叫做赵天麟条款，或者是王定宇条款哦。是不是民进党已经双标到让人家看不起了？而且怎么那么巧都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哦？那另外我们看看战争爆发也才看得清楚一些真相哦。很多人会讲到说，现在赖清德是美国人的阿公嘛，那是不是儿子应该要回台湾呢？孙子也该回台湾吗？他说，儿子自己会决定回台哦。记者提问，他说长子已经在美国生子哦，若为返台报效国家，是否会令这个赖清德冠上美国人阿公的称号呢？他就说长子会回台，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哦。当然，我也期待他们可以回到台湾为国家打拼。那所以现在大家在讲说，其实常常就是大难临头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们讲的是真是假嘛。比方说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他就讲就是在爆发冲突的前夕，他已经把他的家人跟宠物狗都已经送到了波兰去了呀。那最近大家吵得更凶的是纳坦雅胡因为他就是知名的这个主战派鹰派，在以色列这边来说，结果呢，他召回了30万的这个预备役的军人，很多人都是在世界各地工作，然后收到了召集令。我们这几天节目都有讲到嘛，大家赶快就去搭了飞机回到以色列从军了。结果呢，他自己的儿子没回国，他自己的儿子在迈阿密晒太阳。人家就想说，为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很不爽，就说，总理纳坦雅胡的儿子滞留在美国不回来，就谴责他，你怎么可以留在美国呢？放弃你的国家以色列当地的志工还讲说，我们都抛下工作、家庭跟小孩，保护家乡、家人跟国家，这种情况该负责的人就是指你纳坦雅胡跟你儿子你们却缺席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以国已经出现了反纳坦雅胡的声音甚至还传出有3位部长言你要请辞逼宫，所以他现在的民调直落那当然看到他儿子现在也是美国人的这个美国人的爸爸，因为他希望他儿子也可以跟他一样，他年轻时候就是有美国籍他后来才放弃他的美国籍，现在还把儿子放在那个地方那是不是同样的事情看来这个赖清德也要赶快
快回答吧。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美的对峙哦，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书出炉，说要结合 AI 发展多领域的一个精确战。那美国的国防部日前公布出来，他们这个中国军力报告预估说，中国大陆的核弹头数量或到2030年的时候会增加到1000枚哦，而且 AI 也会用在这个最新的战力，就是多领域的精确战。那还有中国国防部他们就回应啦，他就说，这一份报告罔顾事实，胡编乱造，妄加臆测中方在核或太空或是网络领域的一些军力发展。那美国当然呢，感觉上面就是处处要防着中国大陆嘛，他们现在航母快闪这个巡南海，包含了姐妹舰也抵达了夏威夷哦，因为它持续在增兵中东的同时呢，也要维持印太这边的兵力部署，所以包含了卡尔文森号，它就是低调的来到这个地方，位在太平洋中部的海域，在夏威夷群岛的附近来进行一些活动。还有另外雷根号也快闪巡航南海，现在目前已经返回了菲律宾海。那外界在关注说，这一批这个军舰呢，何时会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双航母行动呢？雷根号跟卡尔文森号，所以大家就在注意他们的一些一举一动、一些动向哦。那另外，解放军的战斗机啊也扩增100架，所以呢，截至2022年底为止哦，大概中国大陆的空军跟海军有1900架的战机，其中1300架是第4代的战机哦。2021年底的时候呢，相关的总数量会提升到1800架，其中的第4代机就有大概800架左右，所以整体来说，战斗机的这个总数是扩增了100架左右，战力大幅的提升。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其实马文君啊，我的看法，他是在立法委员里面最忠于职守，最在监督这个执政党所有的作为，而且呢，严格看管人民荷包的一个立委，非常尽忠。那他对这个潜舰案他是绝对是希望这个潜舰案做得好，可是呢，对于任何浪费弊端，他是一个最尽忠职守的一个。可是现在呢，就因为他太尽忠职守，把这些弊端大概都揭出来了，所以民进党现在就要打他。因为这一艘这个潜舰事实上太起人疑窦了。你说怎么可能下水典礼既不下也没水？哪有这种潜舰的？那你这种潜艇整个功能它是什么样的功能，对不对？导致外面一团迷糊，大家都搞不清楚。而且对这艘潜舰提出很多质疑，都是海军的专家，都是海军的专家。那他们现在扣这个马文君这个帽子是说他受到检举他是因为有一位郭顾问，这个是不是叫郭什么？他是这个潜舰当局民进党当局请来的这个潜舰的顾问，这个顾问去找了一个慈顾问，慈顾问是韩国人结果呢，这个郭顾问，民进党找这个郭顾问，他用郭喜他跟这个慈顾问起了冲突，慈把这些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把它掀出来，那这个不是像之前讲说什么马文君跑到什么这个去抄公文什么，完全是两回事嘛。前面就是乱摘嘛，就是摘马文君的章嘛，然后他受到了这些关系人的检举，他事实上把这些都送给国防部啦，他检举都给了这些相关的这些调查局对，这是检举对不对？他只是一个举发人的责任这有什么卖国呢？我不太清楚他是从人民的荷包，那你今天你这个什么都遮掩，这违反国际上面任何立法机构的。今天立法机构都已经变成不能够来监督任何政府了，什么案子都不能监督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必有鬼。对，然后呢，选举到了，又借这个机会来抹黑。那当然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马文君真的是老天还他一个公道。这个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长期担任这个委员的有一位赵天麟，居然跟中国大陆的一位女子交往了10年。这个如果在美国，在别的国家的议会的应该要立刻停止的。纪律委员会要调查，因为他知道太多国家机密了。对，他是身负国家机密的重要的一个关系人，
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啊，老百姓身上没有机密啊。这个赵天麟知道多少机密啊？那是不是他已经漏了机密呢？是不是还会继续漏呢？这个应该立刻停止他在立法院所有职权啊。对。所以他感觉上面更加的可疑哦，这他们赖清德口中的这个爱国立委，反而跟这个大陆走得更近。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哦，您怎么看？因为现在大家会拿这个纳坦雅胡来跟这个赖清德比一比啊。其实我觉得诚实很重要啊，不要编理由，不要编道理啊。我觉得很诚实的面对。赖清德的儿子选择到美国去。那就是他的选择，他认为到美国比留在台湾对他来讲更有利、更有发展的空间、更有发展的机会，所以他觉得台湾不够他发展，不适合他发展，不适合他居住，所以他选择到美国去。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在就最有利中来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嘛。所以我想赖清德的儿子选择到美国去，也就是选择对他最有利的，那就是到美国最好。赚的钱最多，生活最快乐，然后最有发展，所以他到美国去。那赖清德为什么不去？因为赖清德他如果要去美国，他要重新去读，要不就是考医师执照，然后英文要好，然后在那边的话，他选择还是留在台湾政坛混发展，对他最有利。所以赖清德留在台湾是因为他觉得最有利。他儿子不想留在台湾，选择到美国去，是因为儿子认为在美国最有利。所以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赖清德的孙子，选择要当美国人，或者他的爸爸决定他的儿子要当美国人，那他也是觉得他最有利嘛。因为他觉得当美国人比当台湾人更有利，所以他就选择要当美国人嘛。那你就诚实的告诉大家，就是如此嘛。就是我儿子觉得在美国发展最有利，在台湾不利，那所以他选择到美国去。我的孙子觉得变成美国人比变成台湾人更好、更有利，他的那本护照更漂亮、更好用，所以他选择留在美国，那就变成美国人嘛，就这样子而已嘛。不要编话，不要说谎，不要虚伪，不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诚实。那内塔尼亚胡也是一样嘛。内塔尼亚胡，你要以色列人都回国报效国家，说国家有难，要共赴国难。然后民进党当时还在吹嘘说：“哎呀，这好像就是王八千，就是王定宇说：哎呀，你看以色列人都奔回去了，我们台湾人也应该要这样子。那你现在在美国的这些台独人并没有奔回台湾呢、尤其是海峡两岸在裴洛西来的时候，两岸很紧张，在那段时间局势很紧张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的台独的那些人奔回台湾来参军啊，没有啊。那你怎么觉得说，这个以色列人都奔回去参军，哇，是爱国的？那所以你就告诉大家说，原来台独的都不爱台湾嘛，因为他们继续留在美国。好，那问题就在于你的儿子就是避战嘛，你也不想你儿子来当炮灰嘛，你也不想你儿子去战场都有死的可能性嘛，所以你要你的儿子也留在美国，你儿子也想留在美国，你不用编话说他为海外募款嘛。我觉得重点就在于不要说谎嘛。你儿子不是在海外募款嘛？是因为不想回来，有战争被阵亡、被战死的可能性嘛？所以都选择对他最有利的事，都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就不要在那边说谎。我觉得诚实很重要哦。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的双标，不论是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打着抗中保台，结果自己婚外情对象是大陆籍的女子哦，那当然就马上打脸了他自己的人设哦。因为一般我们如果说跟大陆来往也没什么，就是你一直在那边打抗中保台，那赖清德同样也是啊，讲得这么大声，好像都一定要为台湾奋战到底，那是不是真的到战争来临的时候，你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也是站在最前线呢？我们来问一下舰长。我们来看这一次的中国军力报告其实我们必须这么讲，这一次的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是国内媒体报道最少的一次，但是呢，它对于我们台湾现况披露也是最露骨的一次。我们现在来看刚刚有讲到说有关于多域的精确战，什么是多域啊？多域其实就是陆、海、空、太空、网路
以及电磁频谱，就是这几个战场。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解放军用 OTH 雷达这样子一次跳跃可以看2000公里，这个也就是解放军如何的来征收美军的航空母舰的一种方法。然后呢，不止如此啊，它还有高频的那个 OTH 雷达，那个是沿着海平面走的，那个可以看500公里。而且现在更进一步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高频雷达，现在叫做天发箭收，也就是它跳跃一次之后呢，为了避免这个电波的衰减，它由旁边的舰艇来收，也就是我在附近的舰艇，虽然你看不到我，可是我可以透过这个雷达跳跃，然后所得到的一个雷达波反射，我就可以知道你在哪里。这个就是电磁频谱战啊，因为这一种 OTH 所使用的 HF 频段很少用。那另外，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今年的一个长春航展啊，解放军展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叫做 RCT 195的一个数据链跟踪干扰站。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专门反制 Data Link 的。我们一直讲，哎呀，我们的那个 Link 22马上就要引进了，人家早就就位了。什么叫做早就？我就拿早就的内容给大家看。早就这个是什么早就啊？这是2018年的美济礁就有这个东西了，它这个在这里的照片就有了。那另外，我们一天到晚在看啊，这个解放军在我们台湾这边转呀转的，国防部都告诉我们啊，尽在掌握啊，飞弹追歼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域精确战，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吗？我们可以看到通信对抗机，我们也可以看到预警机，我们也看到反潜机，我们也看到它的无人机，也就是它所有使用各种频段的，使用各种载具的，通通都在台湾附近演练。平时不练，战时你就不要说会，战时你发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会呢？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另外有人提到说，解放军发展了这么多的核武，我必须这样讲啊。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现在是中国国力最强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国力最强的时候不发展核武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不发展核武，你美国、你英国就来对我进行核讹诈，进行核威慑，那我当然要有反讹诈、反威慑的手段啊，那就是你有我也有啊。你有核弹，为什么我不能有核弹呢？但是有一件事特别要注意啊，什么事情？其实解放军正在打算，它的洲际弹道飞弹里面装的是什么？常规弹头。这个就打破以往所有的一个战略想象，也就是这个飞弹没有落地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核武还是常规的那个炸药，你不能提早进行核反制。这个就是整个影响了战略的走向。这个解放军在做了，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的也就是抗中是工作，轻中是生活。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